未来4年，台独只会闹得更凶。他们觉得中国状况不好，台独派的说中国全面完蛋，崛起顶峰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已经崛起到顶了，接下来就是无止境的滑落。最大的证明，港股跟陆股无限制的往下掉。同时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经济光明论，过了经济改革开放到了转型关键期，如果过了，那中国未来一路的长虹。我认为崩溃是不太可能。第一个，中国历史传统根深蒂固，再加上西方一直的打压，近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兴起啊。第二就是经济来讲，最近西方媒体说中国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它的创新的能力。第三个，中国大陆官方跟民间重要产业在研发上面的投入仅次于美国。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有没有前途，看它在不断竞争的经济环境里面有创新的能力。那中国大陆全部有，所以我觉得看衰中国经济是会赌错边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未来4年，台独只会闹得更凶，应该是吧？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大陆状况不好啊。对，其实最近有这个中国崩溃论，或者是中国已经发展到顶峰的状况，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强的时候了，没办法再继续发展，这种说法越来越多。我最近找了理解在我自己的频道，我们做了一集讨论，叫做经济光明论 vs 崛起顶峰论，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到了现在有一个转型关键期，如果这个转型过了，那中国未来就一路要长虹。当然也可以列一些证据啊，比如说新兴的科技产业，电池啊、电动车啊、核电啊，甚至包括在军武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跟进步，包括科研人员啊，还有整体的收入，比如说脱贫啊等等的。这个是所谓的经济光明论啊。那还有包括房市的泡泡虽然不好，但是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处理。未来呢可以避免房地产的泡沫化，像日本一样的状况。但同时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叫做崛起顶峰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到现在呢，已经崛起到顶了，接下来就是无止境的滑落。最大的证明就是港股跟陆股啊，就上海 A 股无限制的往下掉。A 股连3000点都守不住，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或是台独派的更倾向后者崛起顶峰论。他认为中国已经到顶了，觉得中国完蛋准备内部要分裂了。好，那习近平会继续做下来这红点，然后是一个很糟糕的，所以中国呢经济完蛋，政治也完蛋，全面完蛋。那是不是现在绿独派或者深绿的往这个方向去走？他们真的是这样去认为呢？这个其实去大陆看啊，第一个中国是一个很难崩溃的一个文化。它的内聚力是很强的，然后呢，它的历史传统还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近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兴起啊，所以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还是很强的。那再加上要感谢西方的一直的打压嘛，对，所以中国本身的这个危机意识很强的，我认为崩溃是不太可能啊。第二就是经济来讲的话，我相信最近有西方媒体有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说中国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创新的能力，也就是 innovation 啊。对。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有没有前途，看它有没有办法在不断竞争的这种经济的环境里面有创新的能力。对，而不是包括你发展的方向都被人家控制了。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展现出来创新能力了嘛，对，不管汽车电池还有这些绿能它都领先了，这都是不是说只有产品领先，是技术跟研发领先了。那第三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这种不管是官方跟民间重要产业在研发上面的投入，现在仅次于美国。还有它创新能力，就从它的专利申请的数量来讲，都已经跟美国并驾齐驱了。那这个就是今天我觉得看到中国的未来的最主要几个证据在这里。你有没有未来看这个？还是你是进入黄昏？像日本就比较进入黄昏，都是被中国大陆超过了。那不是完全靠的所谓像印度这种靠广大还未开发的市场，然后大家去那边设厂开发印度市场，不是啊，也不是像印度一样基本上在做家的代工。对，印度没有领先的任何的科技跟这种好创新能力。那中国大陆全部有啊。所以我觉得看衰中国经济，我觉得是会赌错边的啦。那中国大陆基本上目前来讲的话，没有消费的信心所以它房价跌得很厉害。对，那中国大陆政府的决心要打房嘛，可是问题你又回过头来，中国大陆手上它要重新恢复某一个产业，它手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又很足，它的 prime rate 比台湾的还高，所谓的基准利率对，现在还有2点多嘛。那政府利用利率，然后呢，政府手上的资产，它去刺激做公共建设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另外，你看它锁房地产业它锁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它第一个，你就是说我这个地方，你这个外地人不能来买，或者说你首购的时候，你的自备款你还需要3成。
对不对？3成的首购自备产，我们台湾首购拿了3成，一成。那问题就是它这个政策调控空间还很大。我可以降成2成，降成1成。比如说你就第2套房，我就要你全额，你不能贷款，它也可以放松所以问题它都没有放。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中国大陆它还是打房的政策还是抓得很紧啊。那另外一方面，它所谓的这种地方债也没有那么严重，对，把它估量的太严重。对，另外一方面，它现在用的政策也是像上一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大陆大水漫灌，搞了好几兆人民币下去，结果搞得铁公鸡啊，所以就变成很多盲目建设啊。这次它也没有丢多少钱，只丢了1兆人民币下来。这其实对于整个中国来讲很少。很少，而且我觉得它宏观调控的这个力度小很多，它还是蛮用市场机制在解决问题，而且它对某些产业，它可以很快把它解决这个问题，它也没有在，我觉得它还是在整顿阶段。对，反正中国大陆整个的经济，我认为是一个调整期，它可能基本上要把它的内部的需求的市场从房地产然后调到别的地方去。你看最近它对旅游行业，它就比较开放的比较多。今年春运说创历史新高，35亿人次。我认为这种国内旅游基本上中小企业受惠，然后它是一种服务业的性质，很符合中国大陆人口众多的这样子的经济，它必须要开发，然后它可以深入到一些穷乡僻壤，你只要能够提供好的观光的商品的它是一种把地方政府施政的导向跟资源的投注一种调整的过程。我觉得它都慢慢在调整。另外它玩大的项目，比如说航太业，比如说中国商业民航，它的 C919 1000多家的订单，对不对？那它进到这种高附加价值的行业去。另外它的绿能的现在这种产业，还有重大的工程的这种我觉得它慢慢都在调整产业结构，整个的这个经济结构。汽车行业虽然它还没有大到一个非常，可是已经极具竞争力，尤其新能源车。对，那这种是一种火车头行业，它会慢慢都会带起来，所以你就看中国大陆慢慢在转。当然啦，中国大陆双引擎的话，它最主要是说内部消费，而内部消费没有这么快起来的时候，它外部消费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经济也不好，欧洲经济也不好，全世界不好。对，全世界不好，你 GDP 还有19%是靠外销的，对，那你这部分一定受到影响。不过我认为整体的结构来讲，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它有没有前瞻性？看，希望很多专家他说，它基本上它的创新能力很强。这个创新能力强的时候这个经济体就有未来。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大陆在过去从川普开始以来，它在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它的产业所谓的供应链，西方主要跟它脱钩，它就供应链，它就完整的中国的供应链，那基本上就不需要依靠本土替代，甚至它所谓的也是有案外包。对，要跟他友善的国家建立一个一带一路。对，而且大陆关键的3样东西是，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所谓的市场。它3个都是正在有系统的跟美国这个系统在慢慢的脱钩。当然美国系统也是很大的系统你也脱钩，对中国大陆也要付出代价。对，可你看它不断的在找替代，能源的替代来源，粮食的替代来源，然后呢再加上市场的替代市场，它不断的在走这条路。所以美国是说的叫的很凶我要把中国排除在供应链系统，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供应链系统。所以我是觉得这场竞争正在快速的进行所以我是觉得事实上美国在做，中国大陆也做得很凶，所以等于是逐步进入深水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大家总是要自保那你说中国大陆经济会很差，怎么差法嘛？它明年的 INF 还是给它 4.6 还是高于全球对，但全球不景气已经是很必然的。对，尤其欧洲明年最糟，对，欧洲最糟。美国看它本身了，美国现在问题是政治不稳定了。对，川普快要上台了。对，那大使你怎么看新的一年对他来讲，他整个的挑战其实很大的程度是话语权的争夺。但是我自己观察了，在国际媒体里面，其实中国话语权真的很弱势，包括其实台湾的媒体，不管蓝媒、绿媒什么媒基本上也都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价值观导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关于中国崩溃论里面话语权问题怎么来讨论？我觉得中国现在比较缺的就对社会科学、人文、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视。中国的科学所谓的自然科学已经世界一流了。可是你要掌握世界话语权你要有一群真正懂世界历史的人。对，你不要连琉球历史都搞不清楚你跟琉球发展什么关系，对不对回过头来都短视。所以你要有真正的研究世界历史的人才，然后呢，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
你都要大量的去投资，发展出所谓才有中国的观点啦。那你要从自己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不要老是去接受人家的洗脑。对，都被人家洗脑了上百年了，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你要提出自己观点。我看他前2年有开过社会科学的，我觉得不只是社会、文化、语文、历史、地理，还有考古人类学，通通要去研究，你才能够发展出自己话语权。你没有研究、没有学习是没有发言权。就这样，这毛泽东讲的。就我自己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本科生，我觉得我是这么看啊。我觉得很大程度要让学术更自由了。对，那他讲错话又怎么样？那你就用讲对话的方式把它回应回去。不要讲错话，用政治的方式去限制他讨论，那反而他的活力，我觉得不会这么高。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对，所以更大的言论的尺度，尤其在学术界，你说公共舆论会造成伤害嘛？对，那你在学术界你要更宽泛的言论，让不同的想法的人都可以来参与讨论，这样他才有更充分的讨论的空间。这是我自己看法。好，我们今天谢谢大使，谢谢历史哥。